這3仗讓我們看到了美好的前景。过去本帅不敢妄言，可是通过这3次交战，我充满了信心。他们可能会想出对策，可那对策也离不開老套路。是啊，是啊，只要咱們攻破3關，挥師南下，就勢如破竹。元帥，我們大敗宋軍，明天即可攻城啊！对呀，對呀，元帥，你看，現在我們將士們都躍躍欲試啊，急不可待了。先不忙着攻城，先調養幾日。元帥，作戰講究一鼓作氣，停下來豈不是錯失良機啊？是啊，是啊。哎呀，本帥與楊彥昭博弈，其實高低已心知肚明。現在他很為難，再戰他會輸得一敗塗地，不戰他也會自亂。正因如此，咱們應該立刻進攻啊！不，兵法上講，切忌逼對方做困獸之鬥。當年韓信把楚軍逼到河邊，向後撤了數里。如果我們現在進攻，宋軍肯定會奮力拼殺，背水一戰，這樣我們的損失也會很慘重。那元帥，你意如何？宋軍將帥已知楊彥昭不是本帥的對手，士兵早晚也會明白。當他們對宋軍將領不滿的情緒在軍中蔓延，他們便會自亂。那時候我們再攻城，他們就沒有能力抵抗了。伯父，您盡管來吧。穆桂英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這是比武，不是比嘴，快使出你的招法。那您可小心您手中的雙斧。雙斧正在伯父手上。武伯，桂英失禮了。你這個丫頭，太鬼了。大娘、三娘、七娘八妹，你們不服老身推薦，就2人1武和穆桂英鬥一鬥兵法，這就是你們交戰的沙場。到底誰勝誰負，交戰後便知分曉。你們還有什麼疑問嗎？沒有。好，那你們就分別到東西兩側運氣去吧。遵命。請。請。布下太阴陣，歇。給。太阴陣，這一招太狠了。上來就用雷霆萬鈞之勢攻擊，這剛出山的小丫頭肯定被嚇毛了，別說交戰了。
陰陣，這太陰陣就是借用風势向我军逼压，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令人毛骨悚然。就是武艺再高强的战士也无法施展才能，而且这意志也会被摧残。要不我们退到城中？可是你别忘了，我们是在草原上作战。要不咱们先撤退？撤退？他们要是顺风射箭的话，这力道更近，岂能逃脱呀？那怎么办？金戈铁馬，持矛盾，顶风前进。可是前进非常困难，再困难也得顶住了。这太阴陣最大的特點就是氣勢，但這氣勢往往是堅持不了多久的。哎呀，只要是我們頂住了，這太陰陣就不攻自破了。这小丫头脑子还真好使。金戈铁馬，向前衝擊，可是對方跟我們較上勁了，現在已無法改變陣法，只能借助氣勢，將其一舉摧垮。迅速向前挺進，從中間撕破個口子。呵呵，這樣對方的氣勢可就沒了。我方陣已經被撕破了個大口子，馬上頂住！末將認為先率3000人馬前去廝殺。末將覺得也是。與之廝殺，我方的優勢就不存在了。不如將隊伍推向兩側，引對方突入，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大的包圍圈。按我說的寫，快！三娘陣法用得活，以太陰陣開路，誘敵深入，將其包圍。聰明。你們倆從一側向中間逼。金賊先親王既然已經撕出了口子，距賊王也就不遠了。我和趙飛率兵繼續前突。不行不行。這要繼續攻打的話，不但擒不住賊王，還會將我們陷入在包圍之中。只有從一側攻打，這太陰陣才會被攻破。寫。你看桂英他們怎麼不攻擊對方首領？近在咫尺，衝上去，直搗黃龍，就擒賊親王啊！桂英畢竟是女流之輩呀，她的膽量
没有咱们爺們兒大。別把女人都給看扁了。如果是我，就絕不會放棄這個機會。八妹膽量過人，這一點五哥我在你小時候就看出來了。对方從側翼進攻，把我們的隊伍斷成了2截，而且正對我們進行分割包圍。除此之外，還繞到我們後方迂回，其意圖就是要切斷我們的退路。要不，我們馬上撤退，不能撤退，一退勢必大亂，而且自相踐踏。現在唯一能用的是原地和對方搏殺。哼哼，他們這是竭盡全力向我軍攻擊呀！好，那咱就來個將計就計。好啊！娘，這是什麼陣法？這是太陰陣和地陷陣的合用啊！三娘可謂用心良苦。可是穆桂英，她是借勁打盡，避其鋒芒，瞬時將他們誆入坑中，可了不得呀！哈哈哈哈哈哈！穆國。比賽都結束了，怎麼還不擊鑼？計時結束。老太君，大娘、三娘，你們太陰陣、地陷陣合用，確實出人意料。就是用兵高超之人，也很難破解。不過桂英啊，你跟老身說說，你是如何看透了太陰陣後還隱藏着地陷之陣？太陰之陣，中路應該用最強的兵馬，意在保住進攻的氣勢。可是我在跟大娘、三娘拼殺的時候，對方的抵抗不甚激烈，我們很容易就撕開了個口子，所以我斷定有詐。那你為什麼讓宗保和小王爺從側翼逼殺？難道你早就知道對方布了地陷之陣？太陰地陷最合陰陽五行中的變化，如果用其他陣法的話，變化就不那麼自然了，這調兵也不會那麼順利迅捷了。現在你們二人不再認為桂英是個初出茅廬的、沒見過世面的小丫頭了吧？啊！桂英能勝大嫂、三嫂給我們敲了警鐘，再看清她就太不明智了。是啊，哎，小王爺，你和桂英打過不少交道，你給我們說說她的特點。特點？不按常規出牌。對，這個特點主要表現在他對戰術的判斷和反應上。如果我們將他弄迷糊了，是不是就談不上按常規出牌了？你的意思是說，我們先給他來個迷魂陣？迷魂陣？怎麼個迷魂陣？迷魂陣就是用變幻莫測的戰術使對手眼花繚亂，然後就趁其不備，再用別的陣法攻擊對方。迷魂陣之後，我們再來什麼陣呢？朱雀陣。好，不是，等會兒，怎麼又是朱雀陣了？朱雀陣就像孔雀開屏，弓箭手登上支架，對敵萬箭齊發。你知道嗎？當年蕭天佐的哥哥蕭天佑就是用這一陣，使我軍受到重創，傷亡慘重。哎呀，至今記憶猶新吶。那蕭天佐會不會對我們也用這一陣法呢？既然蕭天佐創出了這個天門陣，朱雀陣他一定會用的，而且會將此陣發揮到極致，其威力可想而知啊。
现在我们先不管萧天佐，主要是对付穆桂英。哎，你说七娘跟姑姑，他俩会以谁为主啊？肯定是姑姑。我也这么認為。你別看你這個姑姑呀，平常在嬸娘面前不太張揚，可是她最有主見了。我姑姑從小就跟着伯伯叔叔玩耍，很早就學會了用兵之道。我奶奶和我爹商討戰事的時候，她也常常在旁邊聽，所以對用兵之道早就爛熟於心。你能不能給我講講她從小到大的一些生活瑣事啊？百兵布陣迫在眉睫，你打聽她的生活瑣事幹嘛？哎呀，這研究對方的兵將呢，首先要了解他的生活經歷，像他的愛好啊、性格呀，還有他從小到大經歷的一些大事兒，還有一些挫折，非常重要。你知道嗎？這一個兵帥呀，他的性格往往會決定他用什麼兵法和用什麼計謀。看來我夫人對用兵之道的理解確實比我深啊。那行，那我就給你講講我姑姑的事兒。哎，從小開始，越小越好。明天就要和七娘和姑姑對陣了，你用什麼陣法？到現在還沒有告訴我呢。哎呀，你這個姑姑呀，經歷的事兒太多，而且呢，學的東西又雜，我真有點理不出頭緒了。如果想不出，明天不如擺開常用的陣法，到時候再想對策。你是說不得已而為之之計呀？可這兵法上講，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如果不了解對方，肯定會陷入被動的境地。這交戰呢，10有8九會失敗。那可是，你怎麼才能了解他的用計呢？哎，你今天晚上到奶奶那兒吃飯吧？為何？我呢，想單獨的好好想想。行。小王爺，還沒吃飯吧？沒吃呢。你要是樂意陪陪我，當然高興。我當然願意陪小王爺吃，可我不能喧賓奪主，還是到楊將軍帳裡吃吧。我不去。啊？怎麼了？他不就想讓我嫉妒他嗎？嘿，我趙飛這輩子就打光棍了，怎麼了？別那麼悲觀，好女人有的是。好，能有穆姑娘好？你真覺得我們家小姐那麼好呢？當然了。那我實話告訴你吧，我們小姐也覺得你很了不起呢。真的假的？那當然，她特地讓我請你去進餐。你不說宗保嗎？楊將軍去了老太君那兒，走吧。走。小王爺，其實我早就想跟你聚一聚了，苦於沒有時間，我得好好謝謝你。你說上一次降龍木那事兒吧，要不是你給我通風報信兒，哎呀，這宗保恐怕就沒有今天了。嗨，宗保是我那麼好的兄弟，那是我應該做的。哎，你知道嗎？桂英一直有個遺憾。我也有個遺憾。你說我爹怎麼搞的呀？他怎麼不給我生個妹妹呀？他要是給我生個妹妹啊，我指定讓她嫁給你。哎，你妹妹就算是個天仙，我也看不上她。啊？我跟你說吧，我就是喜歡你。你別這麼說，你看，其實這天底下比穆桂英好的女孩多的是。但說歸說，我不會這麼做。所以說呀，我就認定你小王爺是個夠義氣、
是个本分、是个豁達的人，所以我跟你交朋友交定了。今天呀，咱倆不醉不歸。不醉不歸。不醉不歸。哎，换大碗。我跟你说呀，我们在木克寨的时候，那都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小王爷，穆桂英，謝謝您了。乾！乾！乾了嗎？乾了。沒乾。最後一口。好樣的！來，彩雲上酒。娘，您跟我和七嫂說說同桂英交戰之事。哎呀，我女兒想從老身這裡得到點用兵之法。娘，我和八妹呀，不是想讓你幫我們出謀劃策，我們吶只想聽你講講您和穆桂英作戰的經過。要說過去呀，老身隨口就來，可現在不能講，講了你們就能根據老身的話分析判斷，這樣對桂英不公啊。娘，哎，關於桂英的事，現在一律不提，等你們比完陣法，老身會詳細的講給你們聽。奶奶。哎呀，想死奶奶了。桂英說要好好想想明天和七娘、姑姑鬥陣之事，讓我不要打攪她。正好，哎呀，這些日子你沒陪奶奶吃過飯呢，奶奶呀吃什麼都不香啊。迷魂陣，你說這個迷魂陣，它其實也就是個輔助陣法呀。哦，它的目的不就是干擾和迷惑對方嗎？它要是後面沒有別的陣法，它也起不到殺傷作用哈。姑娘用兵太狠了，這迷魂陣後面跟了一個什麼陣，你知道嗎？朱雀陣。你知道什麼叫朱雀陣嗎？不知道吧？這朱雀陣就是幾百名弓箭手站在支架上面，萬箭齊發。來，咱不管他了，不管這些，來，喝酒。喝酒。好酒量啊，小王爺。這次我帶的人馬都訓練有素，不但精通18般武器，射箭也是好手。這回穆桂英啊，輸定了。圍魏救趙，小王爺，小王爺，借刀殺人，七娘，哎，你八妹，小王爺，遼軍兵臨城下，你怎麼喝酒？誰喝酒了？我吃飯去了。什麼？你吃飯？誰請的你？穆桂英。穆桂英，我怎麼了？我睡覺去了，睡覺去了。讓開。哎，小王爺，小王爺，小王爺！哎呀，不用問，小王爺定是把我們的計劃告訴了穆桂英。哎，穆桂英竟然用美人計套小王爺的話，真是為人所不齒。兩軍對壘，有什麼計都不為過。可是如今我們的計劃已然被穆桂英知道了，這下一步該如何是好啊？將計就計，將計就計。桂英，你吃過飯了？還喝了酒呢。你和誰喝的酒？小王爺呀。你怎麼跟他喝酒啊？我從小王爺那兒啊，套出了姑姑跟嬸嬸用什麼樣的陣法。你太不正大光明了。我怎麼不正大光明啊？我跟姑姑嬸嬸作戰，那如同遼軍作戰一樣。兵法上怎麼講的？
不用奸計不勝，這個難道你忘了不成？走。哎，你知道你姑姑用什麼樣的陣法嗎？你想都想不到。什麼陣？迷魂陣後朱雀陣，夠狠吧？现在轮到你们双方较量了。老身还是那句话，你们有本事全都使出来，较量较量。杨元帅，你还有什麼吩咐嗎？孩兒聽娘的。好。那你們各自下去排兵布陣，老身和楊元帥就看你們的了。遵命。遵命。請。二位还有何建議啊？沒有，就按預定方案實施。那八妹就當仁不讓了。穆桂英聰明過人，我決定先給她來個迷魂陣。等等，他們都知道這個陣法了，怎麼還用？小王爺，這個你就不用擔心了。哎呀，迷魂陣。穆桂英一时很難判斷對方使用什麼陣法，而且心煩意亂，兵將也會不寒而栗呀。可聽說穆桂英事先知道七娘和八妹用何陣，她為何還要這樣用？這就是八妹過人的地方啊！她以不變應萬變，她先擾亂了桂英的心智，進也不是，退也不是，處於兩難境地。娘，你女兒用兵有些道道啊。那是，八妹聰明嘛。我們不受她干擾，正直向前。好，不要與之展開激戰，就做出使用朱雀陣的樣子就行了。好。哼，對方跟我們交手是想把我們的兵將全都阻擊在這朱雀陣能夠射殺的範圍之內。姑姑用招真狠，可是他投入的兵力並不足，而且這抵抗不甚有力。彩雲，不跟他玩了，向後迂回。上当了！七娘八妹摆的是白虎陣，那個虎尾馬上就要橫掃桂英和宗保了。桂英雖然聰明，但畢竟不如八妹老辣，兵敗已成定局。我們繼續向後衝殺，對方快抵擋不住了。等等，稍安勿躁。他使用的是白虎計，你要再攻的話，可就中計了。攻擊虎腰。對呀，帶兵向側翼攻擊。
么用這招呢？穆国，计时结束。老太君，桂英啊，哎，姑姑问你，你带军向后攻打，为何突然改攻侧翼？是不是？小王爷又给你传信儿了。哎，七娘，您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七娘、姑姑，您二位果真想知道？你们将朱雀阵改为白虎阵，用意很明显，你们想用虎尾扫杀我们，这兵法变换之合理，毋庸置疑。但是二位忽略了细节。细节？什么细节？这朱雀阵主要是中距离射杀，可是我跟宗宝向前厮杀的时候，并没有遇到你们的强烈阻击。你们如果不阻击我们，你们的弓箭手怎能起到作用啊？由此断定，你们已经换了阵法了。你等可听得懂桂英这番判断和决策呀？到现在，你们该明白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看起来你们都是将才，而他不同，所谓真才实学者，乃为帅才。你们知道匠人的特点是什么吗？匠人的特点是能把別人的東西效仿得惟妙惟肖，但他效仿得再精確，充其量也不過是個匠人。這匠人呢，是不會創造的，會創造的人才是大師。老身今天不是貶低你們吶，而是肺腑之言。杨元帥，昨夜我已寫好了辭帥奏折，準備啟奏聖上，讓桂英代我行使元帥之職。副帥，桂英年幼，尚無跟着遼作戰的經驗，如此大任，我不敢擔當。擔當不起也要擔，大兵壓境，沒有回旋的餘地。桂英深知這大禮，但孫媳剛入朝為官，況且又是一介女流，這萬一要是服不了眾呢？有我楊家上下力保，兵將自不敢多加妄動。是啊，只是朝中文武大臣不明前方戰事，會竭力加以阻撓。老身馬上給八王爺寫一封書信，告知面臨的情況和為什麼臨陣一帥。可是我……孫媳不要多說，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你沒有推脫的理由啊。是啊。哎。這。讓一個黃毛丫頭去掛帥領兵打仗，滑天下之大稽呀！宣文武重臣上殿。奴才遵命。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眾愛卿領什麼？謝聖上。眾愛卿，這是楊延昭的奏折，他要辭請他的元帥之職，推薦他們家的兒媳婦穆桂英掛帥。這是個女人啊！聖上，大謬，天下大謬啊！哪有元帥臨陣請求辭職，更沒有推薦一個剛出茅廬的黃毛丫頭擔當元帥大任的。聖上，楊延昭此舉乃天下奇聞，
他這是在拿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開玩笑。圣上，為保大宋，楊家是搭了幾條人命，所以他才自恃有功，給聖上出天大的難題。你這話什麼意思？楊家為保大宋，戰死疆場那麼多人，楊家從未抱怨過聖上。你什麼時候見過楊延昭給聖上出過難題啊？難道說楊宗保和穆桂英之事不是給聖上出難題嗎？那是兒女私情，豈能和國家大事相提並論？不錯，楊延昭給聖上的奏折，本王也不甚理解。可是本王知道，他這麼做必定有他其中的道理，所以本王勸各位不要意氣用事，妄發議論。真乃天有不测风云。原以为萧元帅用不了多少时日，便可歼灭杨家军。我们的粮草運到那裡，便可慶功設宴，犒勞蕭元帥。可沒想到，楊延昭推舉穆桂英掛帥。什麼？穆桂英？是啊，雖然他不是蕭元帥的對手，可他畢竟為蕭元帥所不熟悉，會帶來一定的麻煩。以末將看來，穆桂英不僅僅能帶來麻煩，他還能和蕭元帥抗衡一二。笑話，他是有些鬼點子，可大軍對陣怎麼擺陣，怎麼用人，他想得出來嗎？再說，蕭元帥獨創的天門陣法，他一個鄉村丫頭，如何能破解得了啊？既然這樣，那監軍，您盡可放心了。不，他帶來麻煩總歸不如沒有。再說，我等投靠了遼軍，得有作為。除去穆桂英，到時候封官要爵就有了砝碼。狗急了還跳牆呢，兔子急了還呲牙呢。監軍，你不可再猶豫了。一介武夫，豬，蠢豬！唉，監軍，那你幫我想一想，該如何是好？唉，你先別隨本監軍前往押運糧草了。反正咱們是能拖則拖，你馬上回汴梁告訴他們，穆羽之女掛帥，國將不國，不但辱沒了眾朝臣，還是龍顏大失。你就說慶樓押運糧草不能同各位面議，為了國之威嚴，務必力阻穆桂英掛帥。好，遵命。既然楊延昭已經遞上了辭呈，必然有他的道理。諸位愛卿也不必在意了。當下，當務之急是要選出掛帥之人。啟稟聖上，現在是很難選出掛帥得力之人。可是楊延昭推薦兒媳掛帥，實乃不妥。先不說穆桂英乃一介女流，光她的身份就讓眾臣不能接受。誰都知道穆羽過去是北漢名將，太宗奪得天下後，他依然不從，率眾匪隱匿在木柯寨，與朝廷抗衡。他閨女穆桂英掛帥，豈不亂了朝綱？聖上，穆桂英掛帥乃天理不容。且不說他父親和他一直占山為王，與聖上對抗，就說他和楊宗保之事是鬧得全天下沸沸揚揚。如果讓他掛帥，聖上，臣民就會把聖上取消婚約和他掛帥之事聯繫起來，那麼聖上的顏面何存？眾大臣也會覺得很窩氣。二人的議論代表了不少大臣的意見，可本王認為，大病壓境，當務之急是考慮如何預療。至於穆桂英的身世和她與宗保婚事造成的影響，是次要的事了。一個是西瓜，一個是芝麻，我們要哪一個，不言自明。楊延昭乃將門之後，
他戍邊幾十年，身經百戰，現在他請辭推薦穆桂英，難道眾臣就不想想為何？我們可以推測，楊延昭之舉，正是看到了穆桂英有可能與蕭天佐抗衡，所以才向聖上遞上了辭呈和推薦的奏折。聖上，楊延昭舉薦，難道沒有違親嫌疑嗎？楊延昭乃正人君子，他絕不會任人唯親，推薦自己的兒媳。再說了，穆桂英一旦掛帥，仍然擔當不了重任，他楊延昭將承擔何等責任？弄不好還搭上了兒媳的性命。不管怎麼說，穆桂英從未顯出她的才能，究竟她如何用兵，我等尚未知曉。對於她，你們不甚了解，可本王知道，他確實有非凡的才能。要不，楊延昭和佘太君就不會推薦他為帥。那就聽八賢王來說說他的過人之處吧。他的才能，大家還不熟悉。可佘太君身經百戰，用兵如神，可他在木柯寨卻被穆桂英挫敗。楊延昭大家更了解，可以說在這之前是公認的常勝將軍。可他也被穆桂英擒過。這些事，本王本不想說，可事情迫在眉睫，不得不說。聖上，不管怎樣，讓穆桂英掛帥乃操之過急。如果他真有才能，可以讓他輔佐楊延昭。众大臣可以想想，楊延昭已經3敗於蕭天佐，他坐在帥位上受穆桂英指使，不但自己難堪，眾將官也會尷尬。那楊宗保呢？楊宗保也是咱們大宋出類拔萃的將才。对，他是個將才，可是將才不是帥才。他和穆桂英幾次交戰都敗了，讓他為帥，當然不如穆桂英。皇兄啊，你覺得楊延昭推薦穆桂英掛帥，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嗎？聖上想想，天波府那些夫人，哪個不是久經沙場、精通兵法？他們的作戰經驗都比穆桂英多。可是，為什麼楊延昭不推薦他們，而單單推薦穆桂英？就算楊延昭識人有偏差，可佘老太君不會看走眼吧？他早年跟楊繼業在疆場馳骋幾十年，經過多少戰事，閱盡多少滄桑，掛帥這樣天大的事，他怎麼會有疏忽呢？你說的有道理啊，但是朕還是下不了決心呢。還有女人掛帥帶兵，歷史上沒有啊。再說她畢竟曾經是草寇之女，讓人聽起來匪夷所思啊。聖上，有些事是不合常規，可是遼軍已經威脅到汴梁，再談循規蹈矩，豈不誤了大事嗎？朕不能讓楊延昭辭職，讓穆桂英輔佐他，是形勢的發展所定。如果穆桂英真能擔此大任，再考慮他掛帥不遲啊。我不吃了。桂英，怎麼了？沒事啊。來吃飯。吃飯。沒事。桂英，你是不是有身孕了吧？真的？真不是时候。桂英有喜了，哈哈，咱們杨家有后了。是喜事啊。可是娘，
吃饭，啊，吃。来，桂英。小姐，小姐，吃点吧。什么都不吃，那哪行啊？来，怎么也得吃一点。我不想吃。来，他怎么能吐得这么厉害呢？还不是因为你啊！我是用来医疗打仗的，我又不是来生孩子的。好几顿都没吃了，来来来，行行行，不吃也行，慢点不吃也行啊。哎，真的不是时候。且不说圣上准奏桂英为帅，得下多大决心，还要力排众议。即使圣上真的认桂英为帅，颁了圣旨，他现在这个样子，如何担当元帅重任呢？桂英怀孕之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报，元帅，圣上派人来了。圣旨到。杨延昭接旨。臣杨延昭接旨。大敌当前，杨延昭理应尽元帅之职。至于推荐穆桂英之事，先不准奏，但允许穆桂英辅佐杨延昭行使元帥之职。钦此。臣领旨，謝聖上。宋公公，娘，元帅，这样也好。桂英突然有喜，无法担此重任，我想圣上安排甚是合理。王庆龙让人捎来密信，说皇上让穆桂英辅佐杨延昭。穆桂英是谁呀？穆桂英就是杨延昭救出重围的那个女将。哦，我跟她交过手，她的刀法的確是厲害。不錯，她不但刀法嫻熟，而且神出鬼沒，弄不清路數，不好接招啊。她刀法雖然厲害，可不一定懂得排兵布陣。她輔佐楊延昭，對我們沒有任何威脅。田不負人才濟濟，皇上能讓他輔佐楊延昭，絕非心血來潮。他厲不厲害，我們和他交手便知道了。是啊，是啊。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知己不知彼，一勝一負。本帥沒有弄清他出身和經歷和用兵特點前，不會貿然開戰。哈將軍，末將在。你趕快去找王慶龍，讓他把穆桂英的出身、經歷和用兵特點給我搞清楚。是。蕭天佐從13歲跟他哥哥蕭天佑和我們作戰，可是他從未親自上陣與我們廝殺，所以我們對他知道的甚少。可是這個人用兵深思熟慮，從這3次交戰，老身就看出他確實是個帥才。我也是通過這3次戰役，發現此人有一特點，此人肯定學過道學，陰陽之說，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他的師傅是誰。這個恐怕不太好打聽。我知道不好打聽，所以我才想勞煩各位去打聽一下，因為不管這學生是學騎、學劍還是學兵法，都跟其師傅有相同之處。如果了解他師傅是誰的話，對他兵法上的掌握也能充分一點。這事老身已派人去打探了。奶奶費心了。桂英啊，
你多日不进餐了，这样不行啊！空腹如何辅佐元帅呀？啊！再说腹中的重孙儿也不行啊。好，孙熙听您的。我吃。来，慢点。来。亏了监军事先给几位大臣打了招呼，要不是他们，皇上头脑一热，真有可能拜穆桂英为帅，那萧元帅灭宋就不会那么顺利了。走，走，怎么回事？禀报苏御史，有个商贩愣说是王监军的同乡。三关交战之地，哪有什么同乡？轰走！怎么着？我说你不是吧？走！慢，王监军，我是你同乡啊！你出来！等等，苏大人，此人往来南北贩卖皮毛的小商，当年在黄河岸畔确有小婿呀，您不会忘了吧？哦，果然是同乡啊！押运粮草责任重大，你坚守岗位，本监军口头嘉奖。谢苏大人。请。你是何人？末将是萧元帅手下的亲信。来有何事？萧元帅让你速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性格和用兵特点弄清楚。哼，这就值得你光天化日之下直闯宋营？哼，你可知道萧元帅可是个暴脾气？你也不会不知道，王监军运筹帷幄，这等区区小事，早在监军的城府之中。成事须讲条理，有步骤，审时度势，切莫因小失大呀。潘将军，萧元帅怎么做，还用你来指手畫腳嗎？啊，是。老太君，他们为什么不操練呢？是，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你们起来！哎，都给我精神點，前進！走，快點！都知你向皇帝遞了辭呈，人人皆知啊，兵將自然憂心忡忡。娘說的也是啊，雖說桂英輔佐我，可感覺沒什麼起色呀。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啊！若不輔佐，起何作用？這不是長久之計。不用說，蕭天佐現在一定在琢磨我們。他若此刻對我們發動攻擊，恐怕我們就危在旦夕了。唉，你說的正是老身所擔心的。這樣拖下去，只能使我們陷入絕境。石虎鎮、長蛇鎮、太陰鎮。小姐，朱雀鎮，你還是好好休息吧。那麼些天沒吃飯，把苦膽都快吐出來了，洗都洗不掉。別打岔，別打岔。楊將軍，楊將軍，哎，楊將軍呢？他在巡營呢，出什麼事兒了？楊元帥他中風了。我不說了，我不說了，站住！他怎麼會這樣啊？你還是好好休息吧。彩雲，快帶我去。這奶奶。楊元帥，少夫人來看你了。別扶我，別扶我，小姐。奶奶，我爹他爹。誰讓你們驚動了桂英啊？我去找少將軍，少夫人非得跟着來。奶奶，我爹他怎麼了？元帥心事太重，是舊病復發。上回元帥犯病啊，就差點要了命。
爹，爹，都怪桂英不好，不能助您啊！要是桂英，扶她回去。小姐，走。哎呀，没事，行，燕昭这一病，恐怕10日8日难以治愈，这可如何是好啊？娘，元帅这病，我们千方百计也要找郎中治一治啊。事到如今，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想方设法也要治愈他的病。娘，万一有不测呢？哎，大战在即呀，这可如何是好啊？老太君，爹爹病重，国难当头，您就让桂英挂着元帅之职吧。桂英啊，我的好孙媳，奶奶知道你有这份孝心，可你有孕在身，如何能长得起这帅印呢？请奶奶放心，桂英就是死，也要挂着元帅之职。小姐，小姐，娘。小姐，你要干什么？别，小姐，让开！小姐，小姐，哎呀，快走！你不要命了！你怀着我们的孩子，你知道吗？我知道。那你知道还这么做？我就是因为知道，我才这么说。桂英，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是我们的孩子，也是天不负我的孩子，你没有权利伤害他。大敌当前，难道他比天下的百姓都重要吗？那我也不能让孩子没有出生就毁在你的手里。放手。放手！不让！你这站住！桂英，小姐，桂英挂帅，担子重似千斤呐。虽然他是你们的小辈，但老身要求你们对桂英唯命是从。你们如果哪一个稍有违背之意，我对他绝不留情。奶奶，奶奶，奶奶，宗宝，你快去看看桂英。怎么？走。桂英，桂英，桂英，奶奶，桂英啊！桂英，小姐，小姐，请您回帐吧，请您回帐吧。桂英啊，桂英，小姐回去吧，求你了，求你了。小姐，求求你了，小姐，请您回帐。小姐，请您回帐吧，小姐。回去，小姐，回去吧，回帐吧，小姐。宗宝，
我对不住你。杨延昭不可能中风啊，他没有过此病的前史，老家伙身子骨硬朗着呢，突然发作。是想将帅印交给穆桂英，欺君罔上，胆大妄为。哼哼，这是佘太君和杨延昭逼迫圣上之计呀！皇天在上，佘太君呀，佘太君，你躲过了初一，可躲不过15。杨延昭啊，杨延昭，纵使你魔高10尺，也挡不住啊道高1000丈。监军，绝不能让他们的陰谋得逞。去，派个人把这个送去汴梁，处理完这事，直接去3关，带我去探视杨延昭，弄清是否真病。潘冲，明白，明白才怪。鸡一嘴鸭一嘴的，动不动就乱嚷嚷。别忘了你姓潘。哎，对，冲动是魔鬼。明白就好，明白才有明天，明白才有江山。学生铭记恩师的教诲，铭记终身。我这就去办。去吧。哎，等等。杨延昭问起粮草之事，你如何回答？学生就说，王监军正克服艰难险阻，向边关接近。去吧。告辞。哼，冲动是魔鬼。哼，我看你就像个鬼。这是佘太君带杨延昭写的奏折呀，说他得了重病，你说巧不巧啊？